结婚3年，沈泽潇从未碰过我。我穿着蕾丝睡衣，伪造出吻痕，用他拍视角发给他一张睡颜照。哥们，他很香，你快点离婚，把他让给我好不好？我猜收到匿名消息的沈泽潇会恶心又愤怒，将作为姐姐替身的我如同垃圾般抛弃。我本以为这一次我终于能同他离婚了。姐姐在欧洲度假，庆祝她的结婚纪念3周年。她问我要什么礼物，我要了一张国外的不记名电话卡。捏着电话卡，站在空荡荡的酒店房间中，我疲倦地呼出一口气，然后穿上那条特意为计划买的蕾丝轻薄睡裙。我对着镜子，在锁骨和脖子伪造出旖旎的吻痕，吻痕斑斑点点，宛若被欲望中的男人霸道又蛮横地深深索取过。睡裙的半边勾带也被男人扯破。最后，我对着镜子，将涂好的口红慢慢地涂抹变花，然后坐在床上，将另一半床伪造出有人睡过的痕迹。我沉沉闭上眼，相机他拍视角，定时拍照。3、2、1。照片中的女人似乎刚经过一番温存，毫无防备地陷入沉睡。我盯了许久，脑海中不由想起沈泽潇在商界的那些恶名：笑面虎，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。而我最熟悉的还是他那张始终冷漠又无情的脸。虽然漂亮，但所有的情谊都只给了我的姐姐。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即便沈泽潇对我没有任何情分，一个男人应该也难以忍受女人对他的背叛。他很可能会报复我，但最终他会恶心又愤怒地抛弃我，和我离婚。只要能离婚，我只要离婚。我闭了闭眼，按下发送键。手机荧幕上那条语气轻慢的短信：哥们，他很香，你快点离婚，把他让给我好不好？配以那张照片。发送成功。不到2秒，我收到了回复：沈泽潇，你是谁？我慢吞吞地换衣服，近乎恶趣味地延长了回复时间。他是不是快气炸了，特别想将匿名者生吞活剥？天之骄子的他，从小到大都完美无瑕的他，有朝一日竟然也被别人主导情绪，还是我这种向来被他捏在手心的人。3年沉闷和痛苦，在今朝得到一丝快意。我换好常服，沈泽潇在这间隙又发来2条信息：别用这种拙劣的 AI 换脸，说清你的目的。我奉劝你自己都清干净，我能留你个全尸。我呵呵一笑：沈总，是不是 AI 换脸？你问问你老婆，不就知道了。我宝贝脖子上的吻痕可没那么快消除。我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我知道沈泽潇正在国外商谈一桩很重要的合作，没有半个月，他压根回不来。下一瞬，我自己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我吓了一跳，电话铃声狂响，赫然是沈泽潇打来的。我抿了抿唇，盯着手机，直到电话断掉。但很快，荧幕又亮起，沈泽潇正不依不饶地给我打电话。我明白，他这一次真的是被气到了。我的心脏狂跳，深感自己在走钢丝，玩一场绝对危险的博弈。我发送：沈总，别再打电话了，我们做了5次，你老婆累得睡着了。电话终于中断，我的手机陷入一片死寂。我用那张匿名电话卡发送：我不是故意拆散你们的，沈总，我和你老婆是真心相爱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尽早离婚，把她让给我吧，不然你头戴绿帽被人传开，你面子也挂不住。沈泽潇再也没有回复。我心神不定地将那破了的蕾丝睡裙扔进垃圾箱，退房后回到别墅，保姆们正在打扫卫生，一切都无比正常，宁静得像是无事发生。洗漱，睡觉。清晨，天色发白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听见了窗外引擎轰鸣和车胎气刹的刺耳声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慌乱睁开眼时，卧室的门同时被人敲响。阿锦，把门打开。那声音沉冷，声线被竭力克制到平稳，只隐隐暴露出一丝急躁不安。我全然清醒了，宛如冷水从头浇下，浑身冰冷。是沈泽潇。我方寸大乱，他怎么会回来？我对他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替身工具啊。敲门声再次响起，依旧是3下，极致的克制。他语速稍快：阿锦，我想看看你。
我坐起身，不能慌，不能露出马脚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困倦又强装镇定地说：沈先生，你要去上厕所，还要洗澡，您等一下。我飞快跑进浴室，打开蓬头，然后死死盯着脖子上的吻痕。这是我昨天自己用瓶子口捏住的印子，为求真实，我下了狠手，别说消除了，恐怕连粉底都遮不住。但也不能不遮，因为出轨的人第一反应肯定要撒谎掩盖。沈泽霄是人精，我做戏得做全套。我弄湿头发，伪装成沐浴后的样子，又换上高领的黑色连身裙，连手臂都被严严实实地罩住。从领口露出的那半枚吻痕，我小心用创可贴粘住。我对着镜子演出一个心虚又强装镇定的表情。够恶心人了吧？沈泽霄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厌恶地提出离婚，让我滚。我打开门，沈泽霄坐在沙发上，眉头紧锁，闭目养神。他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下巴有淡淡的青色胡茬，忘了带手表，西装配套的袖扣也不知所踪。两只手，一只手紧紧握着手机，另一只垂在沙发扶手上，指节有4个深深的伤口，恍若重击过哪里，不止一次。不过他毫不在意，连创可贴都没有贴。沈先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沈泽霄睁眼望我，瞳孔黑到发沉。他撑着沙发站起身，方才还着急的男人，此刻无比缓慢地走到我面前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却被沈泽霄扯住手臂，拉了回来。他垂眼递着我的脖颈，瞳孔一点点缩小。我抢笑着说：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用冰冷的手指，两指并起，缓缓悬在创可贴上，似乎下一秒就会粗暴撕掉，连带着撕掉我所有的谎言，然后怒气冲冲，备受屈辱地撕掉我们那虚伪的一纸婚约。我身子开始发抖，闭上眼等待被揭发。可是他的食指和中指只是轻轻搭在创可贴上。沈泽霄平静地问：怎么弄的？我故意躲闪，就昨天不小心被书叶刮倒了。书叶？沈泽霄很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。你昨晚在做什么？他的指尖探入我的领口，只要再用力一拉，就能看到深藏在布料之下的吻痕。我吞了下口水，昨晚出去做了下头发护理。沈泽霄的呼吸声变得凝重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那一瞬间，我有种错觉，他会将我拆吃入腹。手指勒着领口，我顺着那力道，踉跄着险些倒入他的怀里，我连忙伸长手臂，挡在他的胸膛。他的手掌包拢住我的后腰，铁骨般用力的，一点点地收紧，那隐忍的怒火似乎在用这种方式一点点地发泄。我的力气抵不过他，抗拒着的手臂都开始发软。沈泽霄一寸寸地靠近我。沈总，不要！我颤声说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会很危险。我脑内一片空白，声线都抖动，胡乱的求饶。隔了3-4秒，他竟然缓慢收回手指，捏紧成拳，脸色变得铁青，嘴角紧紧抿住。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在说什么。我害怕，不要碰我，求求你。我会给你分派2个贴身保镖，以后出门他们会跟着你，确保你的安全。沈泽霄淡淡的宣告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等门外传来那熟悉的引擎声时，我才如梦初醒。他不追究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被监管得很严，几乎没机会掏出那部手机联系。远在国外的沈泽霄不知为何，这一次只花了5天就结束了出差，匆匆赶了回来。他回来后，对我的监视变松了许多，我终于再次有机会拿起手机。我用那张匿名手机卡发送信息：哥们，你这就玩不起了，就算出轨，离婚不就行了？干嘛要把你老婆关起来？沈泽霄回复得很快，他没出轨，我相信他，阿锦不是会做出这些事的人。我呆然地盯着这条短信，什么意思？虽然我的确是因为下不了决心真找个男人出轨才出此下策的，但沈泽霄怎么会这么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明明对我极为冷漠。我拼尽全力，顾不得别的，火上浇油。沈总，你不会比我更了解你老婆的。她有3颗痣，在肋骨、肚脐旁，还在每次我用手指连点成线，顺着痣滑下来，她就会刺激到抖个不停。不过你是她的老公，结婚3年，
应该早就知道了吧。最后一句话讽刺拉满，因为这3年沈泽霄从未碰过我。砰！我刚发完，忽然楼上传来巨大的砸响声，声音来自沈泽霄的书房。我颤抖了一下，紧张的连忙将备用机藏起来。那砸响声又响了几次，接着我听见了沈泽霄下楼的声音，他疲惫地吩咐管家找人收拾一下，计算机需要重换。脚步声靠近，我吓到颤抖，恍惚觉得他下一个要撕碎的就是我。我逃避般缩进被窝，兀自装睡。我的门锁自他回来之后就莫名坏掉了。沈泽霄轻轻扭动把手，似乎见卧室内一片黑暗，他没有说话。死寂中，他那剧烈的粗喘声和未平复的杂乱心跳明显到极致，甚至让我怀疑沈泽霄是不是也能听到我乱跳的心。他走近了，越来越近。我死死闭住双眼。沈泽霄没有摇醒我，没有大发雷霆地掐住我的脖子要解释。他站在我的床边，即便我没有睁眼，我依然能感受到有股锐利的炙热的目光深深定在我的小腹处，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确认。不要抖，保持呼吸平稳，演下去。我一动不动，忽然感觉身侧的床垫压了下去。沈泽霄缓缓躺在了我的身旁，那冰冷又滚烫的眼神依旧凝在我的身上。我咬牙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我给他再点火。我宛若陷入一个美梦般迷迷糊糊地转过身，将脑袋拱向他的怀里。沈泽霄顿了一下，那烈烈辣辣的目光忽然变得和缓。老公，我一语。沈泽霄僵硬了一瞬。我不依不饶地用双臂缠绕住他，用尽我毕生最甜腻的声线，老公，抱抱。我以为他会生气，甚至会打醒我，因为我从未叫过他老公，他知道我换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可是他死死瞪着我，用力地握紧我的手臂，气到发颤。可是下一瞬，听到我的闷哼，却逼着自己松下力气。沈泽霄扣住我的后脑勺，让我抱得更紧。他吻了吻我的头发，然后一下下用手掌从上往下抚着我的后背，是笨拙又轻柔的哄睡姿势。他低声说：“老公抱。”我僵住了。他这种诡异的平静简直疯到了极致。沈泽霄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，他和该在第一次收到短信的时候就明白我出轨了，为了不败露丑闻，他应该尽快拟好离婚协议，逼迫我净身出户。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否认，一次又一次偏激的、疯狂地、固执地否认我和别人睡了，甚至现在在自我催眠般抢夺着说给别人听的撒娇。他到底在做什么？沈泽霄以为我停下一语是陷入更深的长眠。他无声地掀开被子，手指抵在我的肋骨处，然后顺着内痔的方向轻轻往下滑，轻轻一下，指腹温凉，极快，快到我压根没反应过来，自己就猛然缩起身子，抖得不成样子。那短信明明是我编的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被别人摸至，真的会有种电流窜入的刺激。我狼狈的颤抖，简直装不下去，立刻想要转身躲开。沈泽霄便停下抚摸的动作，用双臂彻彻底底地环住我，逼着我面对面贴住他，用力牢固，宛如同心锁，紧到我的胸膛能感受到来自他肋骨下的心跳，杂乱、疯狂、有力。他轻轻的低语：“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”他真的疯了，简直背弃了所有理智又冷静的逻辑和权衡利弊，彻底成了一个野兽，野蛮、直接、不留通融地占有，就好像我被雕入他的巢穴，就只能属于他。沈泽霄物化了我，物化了他自己。我们不是有脆弱皮囊和敏感灵魂的人类，而是两枚没有生命的铁锁，咔的一声锁在一起，就能固执地认为我是他的，他是我的。他真的疯了。我在黑暗中睁开眼，在滚烫的胸膛和手臂之间复杂地盯着沈泽霄的睡颜，直到眼皮发沉，我陷入梦乡。梦中，3年前的我哭叫着求沈泽霄放过我，他冷冷地看着我，直到我喊道：“我又不欠你什么，你没理由锁住我。”他才后退一步，沉默了足足有1分钟，才抬眼：“你欠我，你姐姐私奔毁了婚约，所以你这辈子都得赔给我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”我那时瘫软在地，摸着那张和姐姐相似的脸，
终于明白，他死都不放过我，是因为把我当成了我姐姐的替身。如此过了3年，苦闷又不堪。我睁开眼时，沈泽霄已经离开了，身旁的床铺平整干净，像是从未有人来过。我收到了沈泽霄的回复：你有拍他的其他照片和视频吗？我反应过来，兄弟，我风流又不下流，我不拍女人的艳照。你就是靠这套油嘴滑舌欺骗他的吗？他那么小，畜生！我被骂得满脸问号。我们是真心相爱，而且我哪里小了？我23了，硕士都快毕业了。沈泽霄，离开他，直接说你要多少钱？我气急，我说了，哥们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你离开他，我给你开个价好不好？沈泽霄，你不值得他爱。我不乐意听这句话，性转后的我也是很优秀的好不好？我变本加厉，忍着长针眼的风险，保存了一张腹肌照网图和另一张其他部位的网图，全发给了沈泽霄。老子本钱很大，你放心，你老婆吃得很好。这次我没有听见砸东西的声音。隔了1秒，坐在客厅的沈泽霄冷不丁冒出一声嘲讽的、鄙夷的冷笑：呵，不大吗？虽然我没实地见过别人的，但照片里的应该挺大的了吧？那他笑毛啊？沈泽霄很快发来新消息，我打眼一看，汗毛竖立。上月27号你或者你托人去过巴塞罗那，在那买了一张电话卡，是吗？沈泽霄，你真以为用不记名电话卡，我就查不出你是谁了吗？沈泽霄，我会一个一个查，仔仔细细的，就像剥掉你皮一样认真的查。你最好是自己去的巴塞罗那，否则托人购买，邮寄回国，可是有地址的。沈泽霄，你睡觉的时候最好睁着眼。哥们，最后2个字是纯粹的、恶劣至极的嘲讽。我不甘示弱，我当然要睁着眼睡，能多看你老婆几眼。门外杯子又被沈泽霄砸了。沈泽霄，他和你只是玩玩而已。我死咬牙，是吗？那不如你看看你老婆最近的变化吧。关上手机，我瞬时冷静。变化？一个人找了小三后会有什么变化来着？我开始健身，每日清早我都会在健身房做满40分钟无氧加15分钟有氧。不到2日，管家为难地说健身房坏了。我说没事，哪个器材好我就用哪个。他说都坏了，连健身房的门锁也坏了，打不开。我鼓着气开始在客厅铺瑜伽垫跳操。沈泽霄不知为何最近一直在家办公，还好死不死稳坐客厅沙发。他死盯着计算机，冷不丁问：最近怎么开始锻炼了？简直是瞌睡送枕头。我别开头，我还不够瘦。电视中的健身博主弯腰，指尖碰脚尖，开始拉伸。我有样学样。沈泽霄喉头滚动，声音带了点色意：够瘦了。我气喘吁吁地说：我想锻炼，有马甲线才漂亮。沈泽霄极快地问：谁说的？我愣了一下，不知为何竟然有些犹豫，要不要在此时将窗户纸捅破？明明是我最期盼得逞的事，我却下意识像是真出轨般想要拼命掩藏。我给自己找理由，大概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氛围太好了，好到不像是我们。我和沈泽霄向来匆忙，向来疏离，他忙着工作，我忙着忍受他工作。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，各干各的事情，却又能时不时搭一句话，像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。我正为自己的心境而迷茫时，沈泽霄极轻极快地放弃询问：算了，没事。他竟然轻飘飘地把窥探真相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有种诡异的感觉。我们似乎心照不宣，在悉心维护着我们手腕上那根脆弱又纤细的、直捻的红线。可隔了几分钟，去卧室换衣服的我，看到了沈泽霄发来的新信息。始终平静地稳坐在沙发的沈泽霄，曾在我某个转身之际，手指用力点动，发送给那个匿名者：畜生，我要你死！电视也坏了，其余节目都能看，只是不能放健身视频了。管家为难地通知我，每早8点都要用吸尘器清扫整屋，我不能在客厅锻炼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学习烘焙。管家好奇地探问，我微笑着说：
看着自己亲手做的东西被别人吃下，会很开心的。沈泽霄脸色沉冷地站在楼梯口，脑袋随着我在岛台和厨房的行动来缓缓移动。烤糊的曲奇我自己吃掉，给好奇的管家分了2块烤好的，其余的都包进纸袋了，系上蝴蝶结。亲手烘焙，足以证明我在外面有人了吧？而且我对他还很认真。我回卧室穿好衣服，沈总，我有个组会要出去一会。沈泽霄正靠在岛台上，面无表情地盯着空落落的烤盘。他抬眼看我，是要爆发了吗？是要宣布离婚了吗？我心恨不得悬在嗓子眼，但他只是轻轻挑眉，甚至露出一个恶劣又痞坏的冷笑。好啊，去吧。旋即离开。我走过去，愣住了。我放在桌子上的那袋曲奇全没了，就连烤糊的，剩下没吃的也都没了。沈泽霄，我本来可以分给导师和师兄师姐吃的，他给我全扔了。我气到无力，背着他狂发短信。你老婆说你最近在家总发脾气，她很害怕，每天晚上很想我，还哭了。沈总，为什么还不离婚呢？你这样将就纠缠有什么意义？胜负输赢有这么重要吗？他不欠你什么，你们是毫无感情的权财交易之下的联姻罢了。你早就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他呢？沈泽霄，他哭了。我呆然地盯着这条短信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离婚吧。沈泽霄发来第2条短信，你也住在宁安区。我冷汗顿生，他怎么查到的？但不等我否认，沈泽霄就说，我快找到你了，下流的像野狗一样的败类。我慌乱地关上手机，冷汗顿生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得搏一把，不能再这样隔靴搔痒般试探了。我颤抖地捏着那封自己草拟的离婚协议，将它放进挎包中，然后穿上最短的裙子和高跟鞋，化妆，喷香水，然后推开门。我要出去一趟。沈泽霄沉默地看着我，这似乎是我们这些天头一回这么长久又仔细的对视。客厅的灯光照在他脸上，颧骨落下一片阴影。他似乎瘦了，双眼掺杂着红血丝，整个人像是将命数宛若蜡烛把放在火上烤制，又精神又清醒，又苍白又冷艳。他到底坐在客厅坐了多久？你去哪里？他淡淡问。朋友家。哪个朋友？沈泽霄的目光凝在我过短的裙摆上，神色越发幽深。你不认识？他露出微笑，无声地笑到眼角发皱，然后摇摇头。你说说看，我不就认识了？沈总，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，结婚时你答应了，我们互不干涉对方私生活。他缓慢地站起身，189的身子，宽肩窄腰，是天生的衣服架子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他今日没穿西装，而是穿了一件极为修身的黑色毛衣，布料服帖，被他胸膛紧紧绷起来。他垂眼望着我，缓缓摘掉鼻梁上那副防蓝光眼镜，甩到沙发上。继续说啊，阿锦，让我数数，还有几句刺耳的话要留给我。我颤抖的后退，又倔强开口，还有，我不欠你什么。我姐姐回国了，她如果知道你这么对待我，她更不会喜欢你的。这句话似乎有用。沈泽霄轻微又飞快地皱了一下眉。什么？我吞了下口水。我就要走。我不仅要走，我还要和你离婚。我不管不顾，扔下离婚协议，迅速往门口跑。这句话终于说出口，结束了我所有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我瞬间感受到一种轻松和畅快，感觉自己像是终于排完长队，坐上心心念念的过山车了一样。轻松过后是迷茫的紧张与恐惧。我大步向门口冲去，逃命般用双手抱住门把手，刚打开一半，砰！门被沈泽霄一拳砸关。他死死摁住我的双手。你敢？沈泽霄望着我，神色一点都不狰狞，甚至略显平静，但他的眼眸极深，呼吸不受控制般变得无比慌乱。我咬牙，沈总，我外头有人了，你清醒一点。他咬紧牙关，我简直能看到他太阳穴的青筋在跳动。他被我气到快要昏厥似的，双膝紧锁着我的双腿，膝盖抵着门，气到站不稳，
手掌却还死死捏着我要开门的手，整个人像蛇般死死缠住我。那张冰冷又无情的嘴，说不出任何脏话，却又说不出任何求情的甜言蜜语，只能咬着牙又重复：你敢？我感觉和他胸膛相贴的后背滚烫到生痛，那股痛意像是电流，顺着骨骼和血流一路往下。大脑发白，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喘息声，更别提理智。光线太明亮了，我无法不注意那张冷艳的脸，以及用力到恨不得嵌在一块的身体。我哆哆嗦嗦咬牙说话，本想说些逼迫的狠话，声音却比我本人更没出息地提前倒戈，发软，如同哽咽般下意识说：你又不爱我。我喘息着低声说：沈泽霄，求求你离婚吧，你不爱我，有人会爱我的。沈泽霄的呼吸声止住了一瞬，他浑身僵硬，紧紧咬牙，似乎要说什么，但还是开不了口一般。他慌到发软的身子逐渐恢复了力气，手掌扶着门站直了。我刚要再去碰门把手，却被他一把抱了起来。你做什么？我慌乱挣扎。沈泽霄面无表情地任由我踢踹，狠狠吻我，走路时故意一脚碾在那离婚协议上。离婚？除非我死。我气得哭了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凭什么不讲理？沈泽霄将我抱到床上，他说：凭我们结婚了，这辈子就只能和对方纠缠。我故意刺激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和他睡了。最后一层窗户纸撕破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。他和缓地脱去自己的衣服，双唇被我撕咬到发红，衬得脸庞更加冷白，浑身的肌肉线条完美到精致，甚至比我发的那张网图还要漂亮。他低着头看着我，那又如何？我愣住了。什么？沈泽霄面无表情地说：你还小，对那档子事好奇想玩玩很正常。我不可置信。他垂眸看着我，脱掉最后一层。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在某处，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沈泽霄看到那2张挑衅的照片只会发出冷笑。他的确有鄙夷的资格。沈泽霄轻轻握住我的手腕，低下头，我闻到了他身上荷尔蒙的味道，没了那些层层叠叠的繁复禁欲的西装阻碍，没了他做不完的工作和冰冷的话语。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件显而易见的事，沈泽霄是个男人，一个浑身充满侵占性的男人。我甚至感觉舌头发软，说不出反驳的话来。所有感官在这一瞬间都全凝聚在面前的男人身上。他淡淡地看着我：阿锦，你只是饿了，为了垃圾食品就要离家出走，是小孩子的做法。他摸着我的额头，温柔的、霸道的让我仰起头，又是一个绵长的吻。我几乎窒息，甚至快要忘却自己原本的目的。沈泽霄的手拢在我的脖颈，力道不重，微微窒息。他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，低声说：但你想为了垃圾离开我，这可不行。做错了事还是要罚。我浑身微微颤抖，说话都哆嗦，宛若被魅魔催眠了似的，只会顺着他的话回应。怎么罚？那3枚痣再次被连续划过。我颤抖着求饶。沈泽霄静静地看着，等到我第2次求饶无果，眼角沁泪后，他叹了口气，原谅了我的所有过错般，吻着我，欲往更深处。叮咚叮咚叮咚，门铃响了。沈泽霄装作没听到，还想继续。不到一会，卧室的门被敲响。阿锦，我是姐姐。沈总，你也在吗？我姐姐的声音关切又急迫地传来。沈泽霄捏紧床单，重重地深吸了一口气，脸色难看到可怕。他闭住眼，竭力平复。是因为见到喜欢的白月光才这么激动吗？我无声苦笑，不知为何，明明早就在3年前死了的心，又自虐般生出点疼痛。也许是因为沈泽霄最近这些日子的表现太过占有，让我拥有了一些没有根据的妄想。阿锦，姐姐又用力敲了几下门，见没人应，开始拧动把手。我心头一惊，我卧室的门锁早就被弄坏了。别开门，去客厅等着，马上来。沈泽霄说，用被子遮住我。好。我穿戴妥当，坐在姐姐身旁，有种莫名的愧疚感。
沈泽霄一个人大马金刀地坐在侧边沙发上，手指烦躁地扣动着沙发扶手，每隔几秒就要深深吸一口气，平复情绪。姐姐，你怎么回来？我姐姐咳嗽了一声，似乎说这些话有些艰难，她犹豫地开口，其实我并没有去过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我是一个人旅游散心的。啊！我愣住了。赵念安吞吞吐吐，赵小姐，你有什么话直说就好。沈泽霄捏紧拳头，我姐姐犹豫不决，初锦，我其实离婚了。我看着她，瞬间明白了她来的目的。赵念安将那张踩脏的离婚协议放在桌上，我其实有点犹豫，但看到这份协议，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。他看着沈泽霄，沈总，当初我私奔出逃，是我欠了你，我现在可以嫁给你做弥补，请你放过我妹妹吧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明明是件大好的事情。原本怎么都不肯和我离的沈泽霄，面对正主，自然会放弃一个替身。可是，我为什么这么……我望着他们，沈泽霄和赵念安无声对视。我应该高兴的，不是吗？我低下头，隐瞒住自己所有的表情。长久的寂静后，沈泽霄开口：什么？赵念安，请您和我妹妹离婚吧。沈泽霄：不用了。我不可置信地抬头。她面无表情，两姐妹都轮流嫁给我，传出去我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赵念安，我现在入了外籍，目前的名字还是夫姓，所以您放心，只要不露面，不会有人把我和妹妹联系在一起的。沈泽霄。赵念安轻轻将那份离婚协议推过去，沈总，麻烦您签字吧。我欠你的，我来还，不要再折磨我的妹妹了。沈泽霄，折磨？他气到发笑，探过身，似乎最近受气太过，让他有了种破罐子破摔的疯魔感。他用生冷的眼神瞪着赵念安，我怎么折磨了？你要不要问问你的好妹妹，到底是谁折磨谁？他咬紧牙关，腮帮鼓起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有人要让我们离婚？他是我强娶来的，我自己造的罪孽，他对我怎么样，我都认。但你算个什么？他用力抿住嘴唇，似乎顾念着她是我的姐姐，用最后一丝理智压住更加过分的话。赵念安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沈泽霄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说漏嘴了，他的眼眸闪过一瞬滞色，又匆匆掩盖住。但什么叫做我是他强娶来的？3年前明明是赵沈两家联姻，我父亲看上了商界新秀沈泽霄，不嫌弃他出身不好，想将我姐姐嫁给他。但是姐姐意外邂逅了一国金发蓝眼的小提琴家，果断私奔。我当时还在上学，被迫压着最低的法定结婚年龄20岁，嫁给了沈泽霄。什么叫强娶？赵念安喃喃，所以当初是你安排的人，难怪那么巧，我在哪里都能碰见他，我以为这是天赐的良缘。沈泽霄猛地站起来，他神情紧绷，够了，别说了。赵念安也站了起来，他双眼冒火，所以你压根不喜欢我，你故意挑了个我的理想型接近我。我不欠你什么，赵家也不欠你。闭嘴！沈泽霄声线颤抖，罕见的色厉内荏，压根盖不住赵念安冷静到无情的声音。我妹妹更是不欠你什么。沈泽霄胸膛剧烈起伏，虚弱到像是被人殴打了一拳，像是被剥开硬壳的蜗牛，暴晒在烈日中，苍白到快要窒息。是了，我妹妹不欠你。两家联姻商议的生意合约也已经达成了。她想走，你凭什么要强迫她留下？赵念安连声指责，竟然真的把向来睥睨商界的男人说得无力反驳。沈泽霄发着抖，捏紧拳头，就是不许。他眼角泛红，死死瞪着赵念安，一下都不敢看我，我就是不许。他方才还说我像小孩，可现在他却比谁都像幼稚又蛮横的小孩。我姐姐像母牛般怒气冲冲地挡在我面前，恨不得用犄角撞他。你真以为自己有钱就能让所有人围着你打转？我妹妹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圈在这里受你控制的工具。沈泽霄，你耍心机也好，玩手段也罢，你去你的公司玩，你凭什么欺负一个大学生？他苍白地张着嘴，我都想说他没有欺负我，他只是总不看我，不碰我，不爱我，让我很难过。赵念安越说越气，你看看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
卧室的门坏了那么久，你家大业大都不知道给他修，写的离婚协议还被你踩了。你当过她是你老婆吗？你对她好过吗？阿锦可怜得很，手机卡都得托我买。一瞬间，我背后生汗，汗毛全竖起，满脑子就2个字：完了。沈泽霄原本脆弱的神色瞬间僵住，他瞳孔骤缩，抬头：你说什么？我吓得拉住赵念安的手臂，求求了，千万别说了，我的姐。赵念安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像看不争气的懦弱小孩似的瞪我，怎么？沈总现在又要装着关心了吗？我妹妹小小一个，外人都说是来享福做阔太太的，结果我去巴塞罗那问她想要什么，她竟然只要了一张手机卡，可怜兮兮，生怕要多了似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浑身都打颤，不敢看沈泽霄的脸，满室的寂静，长久到开始折磨人的程度。赵念安终于察觉出不对，怎么了？手机卡怎么了？沈泽霄竟然笑了，很短促的笑声，没怎么。他的声音越发低，我感受到一股炙热的目光死死盯着我，恨不得将我穿透，扎人般麻痒。他轻轻地说，都是我的错，姐姐，对不起。突然之间，所有暴躁都没了，好脾气到随着我的辈分开始叫赵念安姐姐，甚至低头认错。你不要做出这副样子，太虚伪了。赵念安也被唬住了。沈泽霄，都是我的错，但姐姐，我们夫妻之间还有些话需要聊清楚，给我们点空间。他半软半硬将赵念安哄了出去。关上门的那瞬间，我宛如感受到了自己的死期，咔嗒的锁门声宛如发令枪。我顾不得别的，飞快冲上2楼，想要躲进他的房间。我发誓，我一开始只是想着他的房间可以反锁而已，我没来得及想他房间里也有床。但沈泽霄更快，我还没关上门，他就伸手抵开门扉，垂眼望着我。关了门，反锁，单手脱掉还没穿多久的毛衣，一步步将我抵到床边。我哭死，我错了。沈泽霄，晚了，我求饶，我不离婚了。刚才那出过后，是个人都该明白，他没把我当替身，甚至他可能有点喜欢我。我想着也许可以再观察观察，再考虑离不离婚。沈泽霄点头，想都别想。他推着我躺在床上，双眼死死锁住我，像小兽般报复地亲吻我的脖颈。吻痕，还叫我哥们，说把老婆让给你，胆子够大呀，哥们。他亲着我，隐忍许久的醋意终于爆发，太过浓重，甚至变成了委屈。只不过他向来不苟言笑，以至于一旦有情绪，都习惯性的用力控制，直到亲了很久，像从我身上攫取到充足力量后，我才听见他轻轻说，我没有不爱你，我只是害怕说出口，你的回应是不爱我。沈泽霄紧紧抱住我，我犹豫了许久，小心地伸出手会抱住他。那一瞬间，他的脊骨都激动到发抖。良久后，他小声问，阿锦，你可以再说一次那个老公抱抱吗？我忍无可忍，走开。沈泽霄自然没有走，反而离得更近，更近，超级近。这一次再也没有门铃响起。我看着那些曾经伪造过吻痕的地方，原模原样被他覆盖上吻痕，这才知道这小子原来也怀揣着浓烈的醋意，将那张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刻在脑内。窗帘随风来回浮动，日落日又升，借着晨光，我迷迷糊糊地抬眼，他书桌角落偷偷藏着的，正是我丢失的那袋曲奇。